Sometimes life is good. I met her last week on the internet. I'm so in love, I'm telling no. 没错，这台就是大疆的 Neo 2，而它的第一代是我过去一年最喜欢的影像设备之一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么小的机身里应该很难再有什么大的提升了。没想到 Neo 2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惊喜。Hello， 各位，我是易阳，欢迎来到生活探险家的频道。那么首先来说说我这次最喜欢的一点，这次的 Neo 加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玩法——手势控制。这个呢其实不算一个新功能，之前最早大疆的特洛就有，它可以指哪打哪，很好玩。不过那台设备真的就只能算是玩具了，完全不抗风，画质也是小灵通级别。而到今天，当 Neo 2拥有了手势识别，才真正发挥出它的潜力。它甚至不需要拿着一根笨重的延长杆，掌上起飞后，它就变成了一个会飞的跟拍摄影师，通过手势真正实现了完全脱手的航拍操作，就像在使用《星球大战》电影里的原力一样，真的太炫了，指哪打哪。而且它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痛点，就是你在随身跟拍的时候没带手机，如果遇到丢失目标的情况，其他同类产品或者你有一代，你只能无助地看着它，或者你努力想办法回到它的身边。而有了手势，你就轻松多了，你只需要一挥手就能带它回家。同时，它的跟拍能力真的非常强大，我目前实测下来还没有遇到过跟丢的情况，非常夸张。它能够牢牢地锁住你，而只需要通过手机操作或者是机身上的操作按钮，你就可以设置它跟拍的位置、前后左右等等8个方位，非常精准方便。而且这次跟随速度也得到了充足的提升，现在 Neo 可以实现最高12米每秒的平飞速度，也就是差不多43公里每小时，这样自行车跟拍就更稳了。毕竟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保持在这个速度上巡航的。而我这次在土耳其第400公路骑行的时候，实际跟拍的效果真的非常不错，大幅度转弯也不容易跟丢，比前代真的提升了不少。Neo 2这次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升级，让它得以成为新手入门大疆无人机的最佳选择。Neo 2这么小小的机身中加上了上下2颗球形镜头，还有前侧的一个激光传感器。没错，这样一来 Neo 2就从一代的完全没有避障史诗级提升到了全向避障，这太牛了。当然代价你也看到了，就是飞机背后多了一个双马尾，大疆把头船的部分挪到了机身的外侧。如果你只需要掌上跟拍，不需要飞远，你就可以不安装头船模块，而它也依然延续了 Neo 掌上起降和全包桨保的设计。而机身操作屏幕呢，移到了飞机的正面，通过操作机身下方新增的一个模式切换按钮，就比上一代更简洁方便了。这下 Neo 2当之无愧可以说是一台新手友好的无人机。I'm wide awake, but afraid that it's just a dream. She might be everything I thought about at 17. 实测下来，这个避障真的是还挺好用的，在各种环境下都能稳定的追踪，同时精巧的避开各种障碍物。当然，那些特别细小的树枝还是你需要自己注意一下的。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在你通过手势操控 Neo 2的时候，能够保障飞机的安全，不会猛地撞到什么东西上去。它也拥有了更优秀的稳定悬停定位能力，更加安全，全向避障再加上全域飞行的能力 ，Neo 2就可以带着你前往发现更精彩的世界。The start of something new. We feel the expectation. A new day waiting. 一直以来，自拍真的其实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。举着设备又酸又累，还有很多角度都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拍摄的。如果让别人帮忙，要让对方能够准确的 get 到你的意图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而没想到的是，大疆这次就发现了这个点，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模式——智能自拍。
小飞机得以发挥了它独有的功能，让你真正能够解放双手。你可以在 App 里提前设置好想要的景别，比如半身，还有仰拍等等都可以选择。然后你只需要轻按机身的按钮切换模式，点按 Neo 2就可以自动构图影运镜，不需要路人或者是三脚架就能够轻松合影，太方便了。当然，大家也一定非常关注它的影像能力。这次 Neo 2的拍摄能力确实得到了一定的提升，现在它也能拍摄 4K 60帧了，而外接遥控器甚至可以支持 4K 100的格式。在一些运动场景就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。不过，我觉得遗憾的是，它依然无法调节色彩模式，只有一个标准的色彩，它也不可能有 D-Log M， 你只能录制 H.265 的编码。不过，这么一台小飞机，在融入了这么多功能，它的功耗算力确实已经很费劲了。而购买这类飞机的用户，我想也大多以方便的直出为主，都不需要那些更复杂的参数设置。当然，如果能给的话，就太好了。不过在实际使用中，在合适的场景下 ，Neo 2确实能够拍摄到非常不错的画面。而我觉得 Neo 2好玩的还有一个很大原因，就是它玩法多样。当你适应完掌上操控还有手机遥控后，你可以连接标配的 N3 遥控器来进行操作，这样你就可以像常规的航拍无人机一样来操控，能够飞得更高更远。而感受过这些之后，你还可以选择戴上眼镜，拿起手柄之后，恭喜你解锁了像鸟儿一样飞行的体验。So much more to come. There's something I can feel standing here before the daylight. When we know we caught lightning in. 总的来说，在一台小小的飞机中，能够拥有这么多玩法，还把安全属性都拉满了，很难炸坏。我觉得它真的是一台非常有趣的产品了。而当你发现它的售价还仅仅1000元级别，哇 ，amazing！ 我是真的会自己买一台玩玩的程度。那么你会考虑购买吗？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务必3连支持一下。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中分享你的感受。那么我是易阳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Breathe